第38课，医疗奇迹与祷告的角色。你以为是医术，其实有祷告插手。有一位癌末病人，医生已经告知家属准备后事，因为他的器官正在衰竭，只剩下48小时的生命。家属当场痛哭，护士也无语。但隔天早上，主治医师走进病房时惊呆了，病人的眼睛张开了，手还微微抬了起来。他不但没有如期离世，还奇迹似的恢复意识与呼吸稳定。几天后，肾功能改善，肺部发炎消退。1周后，他竟能下床走路，最终在3周后出院。医疗团队说，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这样的状况会好转，但他的妻子淡淡地说，我们只是一直为他祷告，我相信是上帝介入了。这种事你信吗？你会怎么解释？是统计学中的极端几率？是医疗团队突然误判？还是真的有一股无形之力听见了祷告？科学与医学的界限，当理性无解时，我们都受过科学教育，知道人体复杂，知道现代医学如何精密。我们信任 MRI、抽血、基因定序，也相信每一个数据都能帮助医师做出正确判断。我们也知道，医学的进步已经让无数人起死回生，心脏停止可以用 AED， 癌症有免疫疗法，连器官也能 3D 列印。但问题来了，当医学已经无路可走，还有什么力量能改变结果？有些医师也承认，他们会在非理性的空间里默默祷告，就像是所有仪器都表示病人应该死亡，但他还是活了下来，或是该失去功能的器官突然恢复活力， X 光都验不出问题。这些医疗奇迹的案例在医疗期刊中偶有记载，但无法被归类。它们是统计学上的异常值，科学无法重复证明，但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三弟是一位新加坡的癌症病人，确诊第4期淋巴癌时，她是位典型的理性女性，信科学，做研究，看证据。她看遍了所有文献，也选择积极治疗。但就在第2次化疗后，她身体剧烈恶化，医师表示不建议继续化疗，因为副作用已超出可承受的范围。她绝望了。这时，一位在教会的朋友打电话给她说，你愿意我们为你祷告吗？她一开始迟疑，觉得这只是安慰人的方式，但她终于答应了。接下来的2周，那群朋友每天到他病房门口为他祷告，不是大声喧哗，而是安静地说，主啊，我们交托他的生命给你。后来他再做1次身体检查，医师惊讶地发现肿瘤竟明显缩小，数据也显示炎症指数下降。几周后，他的身体逐渐恢复能量。他说，我不敢说祷告一定让我痊愈，但那一刻，我第1次觉得我的生命不只是靠药物维持。你可能会说，这是心理安慰的效果啊，祷告让他放松，身体自然比较能对抗癌细胞。的确，研究指出，心理状态与免疫系统有密切关系。许多科学家也研究过信仰与恢复的连结，例如有宗教信仰的患者在手术后康复速度较快，经常参加宗教聚会的人寿命比平均值长出7到14年，积极祷告的人压力荷尔蒙浓度显著降低。但这些研究仍然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在无任何医学介入下能人康复。
这时候就会有人开始问一个不科学但人性的问题：如果真有神，是不是他在听祷告呢？圣经中充满了关于医治的记录。耶稣在地上时最常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医病，他让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甚至死人复活。但圣经也强调，耶稣的医治不是一种展示神力的表演，而是出于爱与回应人的信心。在马可福音5章，有一位患了12年血肉病的女人，只是摸了一下耶稣的衣裳，就立刻得了医治。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这句话不是催眠，也不是巫术，而是展现一个属灵的真理。有一位神在听人祷告，也有能力医治人。那么信耶稣的人是不是就不去看医生？当然不是。耶稣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马太福音9章12节。这句话的意思是，医疗与信仰不冲突。上帝创造人类，也赋予我们知识与科学能力，医学是神的恩典之一，但祷告是我们与他连结的方式。很多基督徒医生自己也会祷告，他们用医学专业尽力，但也知道有些结果超过人力能掌握。你可能还在犹豫，这些故事太神了，会不会只是巧合？但我们换个问题来问，如果你身处绝望，科学无解，身边的人都放弃你，那一刻有人对你说，你可以试着对耶稣祷告，你会试看看吗？很多人就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对上帝说，如果你真的在，请帮我。不是迷信，是尝试；不是反制，是谦卑。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马太福音7章7节。也许你的生命转机就是从一句祷告开始。